想象一个场景啊，有一天你们一家三口吃完晚饭到公园散步，突然一个疯子从路边冲出来袭击了你们家孩子，打完人就跑了。你报警，却没想到第二天警察不仅没有帮你抓到凶手，还反过来怀疑你就是那个袭击者。最后你丢了工作，伴侣离开了你，失去了孩子的抚养权，还背上了莫须有的罪名，这荒唐吗？在1980年的澳大利亚，类似的事情真的就发生了，而比刚才描述更离谱、更令人震惊的案件才刚刚开始。大家好，欢迎来到 Crime Lab。今天我们讲的真实案例发生在1980年8月17日。林迪和麦克夫妇二人带着3个孩子，一行5人出发露营。3个孩子最大的6岁，最小的只有9周岁。此次露营的目的地是被称作澳大利亚的精神心脏，原住民眼中的世界中心——乌鲁鲁卡塔丘塔国家公园。乌鲁鲁是一块巨大的单体砂岩，坐落在沙漠和红土平原之上，景色格外沧桑壮美。可谁也没有想到，当晚发生的事情却与美景如此格格不入。一行5人卸下行李，搭好帐篷，麦克开始生火准备晚餐。期间，林迪见到了在营地周围徘徊的一只野狗。这种野生动物的出现让他不免有点担心，但麦克却不以为意，他还扔了些面包碎给野狗吃，这引起了林迪的不满。随着夜幕降临，2个大孩子玩累了，准备跟着林迪回帐篷休息。可就在这时，林迪猛然看到帐篷边闪过了一道黑影。身为母亲的她第一时间意识到不对劲，因为9周大的阿扎利亚正独自在帐篷里睡觉。于是他3步并作2步跑到帐篷里，却发现本该放着婴儿的摇篮空空如也。林迪大脑一片空白，他冲出帐篷，边跑边呼喊。丈夫和周围的游客听到喊声后，立刻赶来查看并帮忙报警。警方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利用手电和探照灯在帐篷周围展开搜寻，但几小时后仍未找到婴儿踪迹，于是便迅速结束了搜救。其实警方在来之前就觉得事情有蹊跷，因为在此之前还从来没听说过野狗还能袭击人类。所谓野狗，学名澳洲野犬，又叫丁格犬，它是澳洲本土最古老的物种之一，约有5000年历史之久。它们是一种早已摆脱人类驯化的中型野犬，体型有点像边牧。雄性成年丁格犬会比边牧稍微大一些。从照片中可以看出，丁格犬的外貌与普通家犬并没有太大区别，这也让澳大利亚公众普遍认为丁格犬对人类并不具备威胁性。书归正传，警方在搜索无果之后，开始转而调查是否存在人为因素。一些游客向警方表示，确实曾看到过野狗在营地附近活动，并听到婴儿的哭声，可谁也没有看到野狗把孩子叼走。同时，警方也在林迪夫妇的帐篷和车中发现许多暗色的液体物质，但由于现场证据未经证实，所以警方仅要求他们夫妻俩配合调查，便拿着证据离开了。没过几天，出人意料的消息来了。经法医鉴定，在林迪夫妇的车中发现的液体确认为血液，并且当时在露营地附近还找到了婴儿的连体衣碎片，其中有明显的刀割痕迹。这些发现让形势发生了180度的大逆转，林迪夫妇瞬间从受害者变为了嫌疑人。在检方的举证下，陪审团根据已有的证据重现了案发过程。林迪在车内用剪刀割断了阿扎利亚的喉咙后，将尸体藏了起来，并把连体衣剪坏放回露营地，随后趁着夜幕假装惊呼野狗叼走了我的孩子，试图制造野狗袭击的假象。而丈夫麦克帮助林迪掩盖事情真相，故意提供虚假证词，并且在证词中多次故意提到与野狗互动的画面，比如投喂给野狗碎面包，以混淆视听。不仅如此，对于杀人动机，媒体和大众的舆论也提供了许多证据和猜想。对于林迪，他从始至终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崩溃或失控，在接受新闻采访时也表现得过于平静，甚至在一些片段中还有微笑的表情。
在庭审和采访等公开场合，林迪也多次穿着鲜红或亮黄色的衣物，这些行为完全不符合大众眼中的丧子母亲的形象。对于麦克，他是一名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牧师。安息日会不但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基督教派，甚至还被不少群体认为是异端教派。在1980年的澳大利亚，许多人对希伯来名字和小众宗教毫无了解，但小众加异端教派这个组合，光是听起来就足够让人不寒而栗了。而且媒体舆论还声称阿扎利亚这个名字可能有献祭之意。这起婴儿遇害事件实则为宗教仪式献祭谋杀。案件审理至此，物证、作案过程和动机一切都说得通了。媒体民调显示，超过70%的读者来信、电视热线和大众集会都认为林迪就是真正的杀人凶手。法庭外常有群众聚集示威，高喊杀人犯，甚至要求立刻判他死刑。于是1982年10月，在北领地最高法院陪审团最终裁定林迪谋杀罪成立，并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丈夫麦克因协助他掩盖罪行，被判处18个月监禁，缓期执行。公众一边倒地支持判决，舆论也普遍认为正义得到了伸张。然而，也有少部分人质疑判决，认为舆论压力让法庭更倾向于如何证明谋杀理论，而不是积极寻找受害者的死因，从而在调查中忽略了有利于林迪夫妇的证据。但由于舆论呼声之大，这小部分质疑声很快就被淹没了。时间来到1986年，案件在宣判之后的第4年又有了新的反转。一名游客在乌鲁鲁的岩石缝隙中发现了阿扎利亚的连体衣。从现场看，婴儿确实有可能是被野狗拖进了这个隐秘的地方，而这块区域在此前警方的搜查中并没有被覆盖到。就此，警方给出的理由是，由于当时人手不足，所以并没有深入搜查岩石缝隙，只在露营地的周围简单搜索，并且岩石缝隙位置隐秘，加上天气和地形的影响，导致连体衣一直没有被找到。在动物行为学专家重新调查后发现，连体衣的破损痕迹与被发现的位置和野狗攻击行为完全吻合，并且没有人为移动过的痕迹。这一发现推翻了4年前陪审团重现的案发现场。此事一出，引起了媒体轩然大波。此时人们才意识到，这可能是一起冤案。而且当初林迪被判入狱时所依靠的证据，其实大部分都来自于检方推测和媒体舆论。而且更打脸的是，当初的几个关键证据点经过重新的鉴定，又有了新的解释。在重新检测林迪夫妇车内暗色液体物质时，发现所谓血液其实是车内防锈化合物和溢出的奶粉混合物。因为法医当时使用的是酶反应测试，在早期测试中呈现出类似血迹的反应，其实就是防锈化合物导致的假阳性反应。警方当初在连体衣碎片上发现的几道破损痕迹，当时是被定义为林迪用剪刀制造的假现场。现在找到了完整的连体衣之后，经过法医专家鉴定，连体衣和碎片的破损痕迹相符，这说明这些破损痕迹确实是野狗撕咬造成的。那很明显，当时林迪就没有撒谎啊。就这样再次调查了2年后，1988年，法院撤销了对他们夫妇2人的谋杀指控，并将他们临时释放，赔偿了他们130万澳币的赔偿金。但是这笔钱却连他们这些年打官司的开销的一半都不到。虽然法院撤销了指控，但媒体和大众并不买账，他们依然坚信林迪就是杀人凶手。同年，梅丽尔·斯特里普主演的电影《暗夜哭声》上映，他在电影中完美再现了林迪的那句呼声：野狗叼走了我的孩子。随后，这句台词从电影情节中被提取出来，变成了一种模仿、嘲讽的口头禅，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娱乐节目中被反复公开使用。Hey, I think I hear a dingo eating your baby. The dingo ate your baby. A dingo ate my baby. A dingo ate my baby.
此时，林迪夫妇虽然被释放，但小女儿阿扎利亚的死亡证明上仍然写着死因不明。这4个字像牢笼一样禁锢着林迪夫妇的内心。为了向公众证明清白，林迪和麦克每天顶着媒体和大众舆论的压力，向澳大利亚政府和法庭递交重新调查的申请，并积极配合调查，而且在多次的采访中试图自证清白。这样的生活持续了24年，天知道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但可笑的是，最终转折点并不是强有力的证据被发现，而是自从1990年开始，野狗袭击儿童的事件开始频发。尤其2001年的时候，一名9岁男孩在昆士兰被一群野狗袭击致死，这才让公众对野狗的危险性有了重新的认识。托马斯·杰斐逊曾说过，舆论是民主的守护者和刽子手。舆论在折磨这对可怜的夫妇32年之后，终于选择了站在他们这边一次。2012年6月12日，法庭进行了第4次听证会，引用了过去几十年间累积的野狗袭击案例以及连体衣和血液检测的证据，最终裁定女孩阿扎利亚的死因为野狗袭击，并正式更新了死亡证明。案件虽然就此告一段落，但这成了澳大利亚历史上最令人震撼的司法悲剧，没有之一。这起冤案在随后多年中推动了一些重要的司法改革，比如强化审查机制、法医鉴定程序改革、血液检测技术升级、陪审团保护机制，以及加强新闻机构调查性报告的真实性，从而避免舆论误导大众等等等等。这一案件后来也被写入澳大利亚法律与传媒的课程教材，成为警示后人如何平衡舆论与正义的典型案例。在童话故事里，这一定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但现实总是更加残酷。林迪后来在他的自传中提到，1982年他入狱的时候其实已经怀有身孕，在当年的11月17日生下一名女婴，随后这个婴儿被政府强制带离母亲身边，并交给了寄养家庭。1991年，林迪与麦克原本坚不可摧的婚姻被当时的媒体舆论和大众的人身攻击所击垮，最终他们不得不选择离婚。而在最终平反后的不久，2017年，麦克因白血病去世。谁能想到1980年一具野狗叼走了我的孩子，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噩梦。从最初的舆论替代证据，到冤案宣判，再到迟来的平反，这起案件成为了现代司法史上的深刻警示。林迪经历了4年的牢狱之灾，32年的不懈抗争，他终于等到了真相大白的那一天。但失去的岁月，被剥夺的母爱却无法被时间修复。这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冤案，不仅能让我们反思司法的漏洞，更提醒我们，舆论是利剑，既能守护正义，也能刺穿真相。它的力量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亲爱的观众们，感谢大家观看本期视频，咱们下期再见。